林静瑶本来有很好的生活，但随着甄千金回来，她的生活一落千丈，本属于她的一切，也随着贾千金的身份都成了一个泡影。她看着养父母在找回女儿后一脸幸福的样子，只是淡淡的一笑，既然都说是他抢走这一切，那自己离开就好。反正对林静瑶来说，离开这里或许也是一种破茧重生，要走就走到最远的地方。林静瑶在国外的日子是半工半读，终于用2年时间，她完成研究生的所有课程，也在同时遇到了影响她一生的男人。那是一个大雪皑皑的下午，她从打工的餐厅出来，就看到踉跄着走来的男人，一个没站稳就重重摔在地上。出于好心，林静瑶扶住了男人。你没事吧？凑近才闻到浓郁的酒气，她本能后退几步，却因为脚底一滑，撞进男人怀里。四目对视，她竟被男人的帅气给看痴了。男人忧郁帅气的样子，比起流量明星还要出挑几分，实在是赏心悦目。看够了吗？顾时俊轻笑地问。林静瑶从他怀里挣脱，挤出一丝笑。大白天喝得醉醺醺，你没事吧？他完美岔开话题。不好，他忧郁的一笑。我刚下班，要不我请你喝杯咖啡？不知为何，林静瑶就想对他好，或许是一种本能的吸引，让人很难抗拒。这可能就是一见钟情。你不怕我？他故意凑近绝美的小脸，近在咫尺时，林静瑶倒吸一口凉气。都是中国人，我相信你不会害我。我请你喝酒。顾时俊牵着他的小手，两人的脚印一深一浅的走向路尽头的酒吧。酒吧里灯光昏暗，环境也是嘈杂的令人烦躁。林静瑶喝一小口白酒，才让自己的心里安定下来，扫一眼坐在对面的顾时俊，独有一种拒人千里的气质，让他紧张地开口：以你的颜值，你是明星吧？不是。你呢？做什么工作？林静瑶一蹙眉：我在一家便利店打工，现在为了房租还要多打一份工，不过幸好有上市大公司聘请我，日子还过得去。介意多一个人吗？啊！顾时俊凑近他脸前，修长的手掐住下巴，才又问：我现在无家可归，家人去世，你能收留我吗？他从第一眼就确信林静瑶是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人，并不因为他是中国人，只是单纯的相信他们是一路人。好，你要是不介意，我住的简陋，随时可以搬过来。你就不怕我对你有非分之想？林静瑶苦笑摇头。如果发生你说的事，好像也是我赚便宜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都要商议住一起了。他竟对眼前男人还一无所知。顾时俊，我叫林静瑶。他笑着伸出手，同居愉快。林静瑶把手放在他上面，被紧紧握在手心，突来的温暖让他脸颊一红。这还是第一次，他有心动的感觉。原来一无所有的人也是可以有爱的。同居半年后，林静瑶才知道自己在路边捡的男人竟是自己大学的学长，只因怀才不遇，才一直郁郁寡欢，让他对顾时俊更心疼了。他温柔地从身后抱住他的窄腰：顾时俊，我可以养你一辈子，只要你愿意。林静瑶没有想到，有一天他也会成为恋爱脑。顾时俊身子一颤，转身低头吻上粉唇，纠缠许久，才低哑地说：瑶瑶，不要对我太好，我怕哪天你反悔，我会生不如死。他笑着摇头：我们都是被家人抛弃的人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一直爱你，我会当真的。他苦涩一笑。林静瑶温柔地在薄唇亲一下，才信誓旦旦地说：我也是认真的，只要你想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但你不会觉得我太难产吧？对你，我似乎上瘾了。话落，顾时俊低头吻上她，两人再一次深情拥吻在一起了。林静瑶觉得他们之所以会相爱，是因为彼此相似，两个相近的灵魂必然会互相吸引。只是她万万没想到，在他们相爱3年后，林静瑶竟会收到养父母的电话，让她抓紧回国一趟。我不能回去，她一口拒绝。养父微顿几秒，
才冷声说：“林静瑶，你是林家人，现在公司出现问题，你不能逍遥自在。”他竟然倒打一耙，惹得林静瑶肆意地笑了。爸，5年前是你们亲口告诉我，让我把这一切都还给妹妹，你的亲生女儿。我已经照做，在国外孤独地飘零5年，已经适应这里的孤寂生活。你竟又让我回家？瑶瑶，爸妈养你24年，这是不争事实，这份养育之恩，你难道想忘恩负义？还有一件事，我已经找到你亲生母亲，你就不打算看一眼她？听到这里，林静瑶终于示弱了。爸，我会找时间回去的。你母亲生很重的病，你最好抓紧回来，而且我希望你听话一点，帮爸爸渡过难关，也不枉我们林家养你这么多年。放下手机，林静遥望一眼正在厨房忙碌的背影，深吸一口气后，才笑着走进了他。或许知道要分开，林静瑶格外的缠着顾时俊，又正好是冬天，所以两人静窝在家里半月，除了吃饭，基本都腻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时俊，你爱我吗？他靠在怀里，低声问。顾时俊狠狠亲他一口，才低哑地说：“我对你早已上瘾，瑶瑶，你难道还察觉不到吗？看来是我还不够卖力。”说完，他就低头强吻林静瑶，而他也主动的回应这份热情，不过是一顿饭的空。两人再一次纠缠在一起，彻底沉沦了。翌日清晨，顾时俊微微睁开眸子，就看到已经穿好衣服的林静瑶，手边放一个行李箱，随时准备离开。你要去哪？他攥住她的纤腰，低声问。林静瑶挤出一丝笑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顾时俊被这话气得脸通红，微顿几秒，才紧张地开口：“瑶瑶，是我惹你生气了。”对不起，他摇头，顺势递过来一张卡：“这是我这几年攒的钱，现在都给你了，以后若是有缘，我还养你。”只是他欲言又止了。这次回去，估计再回来，你是遥遥无期了。林静瑶，你知道我是谁？顾时俊啊，见他脸色阴沉，林静瑶温柔一笑，才安抚地说：“你要乖乖的，以后再见面，希望你越来越好。”轻柔地拍一下他，林静瑶就转身走了。这一走，彻底断了两人的情。当晚，他就坐飞机回到国内，望着飞机场零星散落的雪花，林静瑶忍不住深吸一口气，一起于他的出相时，竟眼眶微微泛红了。姐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林初曼挽着丈夫的手臂，一脸喜悦地打招呼，而林静瑶却微微一愣，眼前男人本应该是她的丈夫，现在竟成了自己妹夫，总觉得有些尴尬。谢谢，你们来接我。姐，让景城帮你拿行李箱。林初曼挽上他的胳膊，笑着靠在肩头，似乎显得姐妹情深，却是让林静瑶本能的想要挣脱了。初曼，要不你们先回家，我这边已经打车了。姐，你还在怪我，怨我回家才让你背井离乡，在国外待了5年。林静瑶安抚地朝他一笑，我才没你想的小气。初曼，爸妈还在家等着呢，要不我们先回家吧。这时郑景成也开口：初曼，我们先走，就让姐坐出租车，毕竟她已经回家，以后相处的时间还多呢。好吧。望着他们开豪车离开，林静瑶才拨通了一个电话：喂，你过来接我吧。好的。林小姐接电话的人是她的助理楚潇潇。这次回国，林静瑶也决定了要打开国内的市场，所以要准备的工作还很多，就把助理一起带回来了。而她国外的设计公司就交给了闺蜜在打理。回到林家老宅，一家人正在吃晚饭，看林静瑶走进来，林父将她直接带进书房，给两人倒好茶，才低声开口：瑶瑶，公司问题很大，需要你拿到顾氏的合同，如果有必要，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。非常手段？林父点头。顾少这人软硬不吃，对女人也是敬而远之，你要是单纯的谈生意，或许会被拒之门外。瑶瑶，爸爸知道你委屈，但现在是我们一家人，一起连心的时候，你不会丢下林家的，对吧？时间仿佛静止一般，气氛变得压抑。许久，林静瑶才低声说：
我要先见到我母亲。他要确定养父话的真实性，自己不是傻白甜，已经被抛弃一次，不会再被他们耍得团团转。单纯的养育之恩还不足以让他搭上自己的一生。行吧，你跟我出来。林父答应后，开车带着林静瑶来到一个医院的特护病房，从门口的窗户望一眼里面的女人，林静瑶基本确定这就是自己的母亲，因为两人容貌神似，而且他对眼前女人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爸，我答应了，但也希望你能兑现承诺。林父喜悦的点点头。瑶瑶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我拿到故事合同，帮助公司扭亏为盈，我会兑现承诺，让你和母亲母女团圆。林静瑶从医院出来就直接回公寓了，这是楚潇潇帮他租的房子，2室1厅，足够自己居住了。他之所以没有回林家住，是觉得已经被赶出来，就没必要再凑过去，彼此都尴尬。爸，你说姐姐她在外面租的房子，是不是嫌我在家里，才特意不回来住的？林初曼自责地说。林父安抚地安慰女儿，曼曼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姐姐就是习惯自己独居，而且她已经不是林家人，再住老宅总归是不合适，更何况还有你和景城在，她住在这里多尴尬。那姐姐愿意帮着去接近顾少吗？她才享受5年的富贵，可不想现在就成了破产千金。而且一旦林家破产，她和郑景城的婚姻估计也要破灭。虽然不爱他，但林初曼舍不得郑家的豪门生活，人都是如此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林府自信地点头，曼曼，你要知道一个道理，要想别人听你的话，就要完全的拿捏他，不然只是靠着一份亲情，他岂能乖乖听话？爸，你最棒了！林初曼一脸崇拜的神色，让林父越发得意了。几天后，在租的小公寓里，楚潇潇一边放在早饭，一边低声说：“静瑶姐，我帮你查清楚了，你要接近的顾少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怪人。不仅如此，但凡刻意接近他的女人，都会在第2天无缘无故消失。据说他敢杀人。”怎么说？林静瑶好奇地问。楚潇潇凑在他耳边，才说：“据传言，他把继母硬是吓成疯子，还把同父异母的弟弟直接丢到海外，估计是死是活都难保证。静瑶姐，不如我们想想办法，把阿姨从医院偷出来，或许还比较容易一些。我已经找人去看过，我妈已经被转移。林远峰这个老狐狸不会轻易让我的手，不然也不会拿这事威胁我。潇潇，帮我安排一下，我要见顾少一面。”好的，我这就去办总裁办公室。顾时俊眉头紧皱，听着助理的汇报，说到重点时，他才开口：“张助理，你说林静瑶是林家的假千金，这个林家是马上要破产的林氏企业吗？”“是的，顾少，林家最近一直想着要跟我们合作，只为靠着顾氏的资金好打一个翻身仗。”顾时俊微皱下眉头，才又说：“你帮我见一面林静瑶，告诉他要想拿到合同，让他去酒店找我，但不要告诉他我的名字。”张秘书点头，离开。入夜，在高档酒店的顶楼，林静瑶赶到时，门是半掩着的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走进客房，缓慢地靠近着沙发的位置，就看到了等候多时的顾时俊，吓得她后背一凉：“你就是顾少？你很聪明。”我没有想到，他挤出几分笑的坐在他身边，想要伸手抚上俊脸，却被顾时俊反手扣住手腕，低头强吻上粉唇，肆意的吻，让他根本无力反抗，直到嘴唇被咬破，顾时俊终于松开手，一脸邪笑的盯着他：“瑶瑶，你很不乖。”林静瑶猛地推开他：“顾少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林氏集团的设计师，希望能与你合作。”“设计师？在我印象里，你只是一个公司的文员。林静瑶，你到底有多少是在骗我？而且你今晚穿的衣服更像是要现身。”“顾少，我是有证书的，绝对可以设计出畅销的产品，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。”林静瑶这次势在必得，
眼瞅顾时俊兴致缺缺，褪去外套，轻身靠近着他，环住脖子时，才深情地吻上薄唇，直到快要窒息了，才听他淡淡地说：“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肯做我的情人，毕竟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是要还的。”顾少，换一个条件。顾时俊微皱眉头，这样吧，你替我陪一下赵总，拿下他手里的一块地，我就相信你有跟我合作的能力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林静瑶起身就想走，却被顾时俊扣住了纤腰，凑在耳边低哑地说：“今晚留下来陪我。我们已经分手，谁说分手了就不能睡觉？我倒觉得这样更刺激。”话落，他轻身吻上粉唇，根本不给林静瑶一丝的机会乘胜追击，让他只能认命地栽在他怀里，跟着一起沉沦了。在酒局上，林静瑶举起酒杯，淡笑地说：“赵总，我是顾少的朋友，替他来跟你谈东城的那块地。”赵总打量他后，一脸贪婪地凑近着，直到两人近在咫尺，才轻笑地开口：“林小姐，你要来谈生意，总要拿出诚意来，不如先喝3杯酒。”“好啊。”林静瑶连着倒满3杯酒，才低声说：“赵总，我喝完这3杯，我们就能签合同吗？”他手里拿着顾氏的合同，赵总扫一眼后，模棱两可地笑了：“你先喝，万一你喝不了呢？”他刚说完，林静瑶就连着喝完3杯酒，看着桌上空瓶，赵总竖起大拇指：“林小姐，果然海量，不如我们喝一个交杯酒，再谈接下来的工作。”“可以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”林静瑶正要起身，就被赵总伸手握住腰，而他也凑近的想要一亲芳泽，就让他反感的想要躲开。然而许是酒后劲大的缘故，他竟觉得浑身无力了。“赵总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动脚，毕竟走廊有监控，我们一直开着门。”被他提醒，赵总果然老实了，笑呵呵地把门关上，才又一次地抱住林静瑶。因为早有防备，他拿一把水果刀挡在两人中间，一脸笑地说：“赵总，我们是来谈生意的，你这么冲动，不好吧？我对你一见如故，亲近一些不是很正常。赵总，我可是顾少的朋友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就不怕他生气。”据我所知，顾少可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。赵总嘿嘿一笑：“他要是真在乎你，会派你来跟我吃饭？在我印象里，他还没对任何女人有好感过。让你来的目的，就是让你牺牲自己而哄我开心。林小姐，你不会傻到以为这是他对你的真爱吧？”见他没反应，赵总单手将他扯进怀里，正在要亲吻粉唇时，林静瑶扑哧笑了：“赵总，你确定要在这里对我动手，欺负我？我喜欢你，更喜欢刺激，就想现在得到你。小宝贝，让我亲你一口。”赵总眼看就要的手，林静瑶将一个视频发到他手机上，才慵懒地说：“赵总，我只说了走廊有监控，可没说屋里没有监控。你这么迫不及待，就不怕我把这个交给警察？”两人正对峙时，门被猛地打开，顾时俊冷眼扫着两人：“林静瑶，还不给我滚过来！”“顾少，我不知道他真是你朋友。”赵总马上就换一副面孔，和其友好地笑着。然而顾时俊只是微挑下眉：“赵总，我想要东城的地，按我们之前谈的价格，马上可以签合同。”顾时俊冷笑一声：“我只按1半价格收购，你想好了再来公司找我。”说完，他牵着林静瑶的手，两人走出包间了。而这时，张秘书拿出刚才的视频以及搜集到关于赵总的犯罪证据，不过是看一眼，赵总就挤出笑地说：“张秘书，东城那块地，我可以半价卖给顾少。那块地，顾少已经不想要了，给你看这些，是要彻底的整垮你。”“张秘书，这其中是不是有误会？我只是让他多喝几杯酒，并没有动他一根手指。”赵总有些慌了：“赵总，你似乎忘了，但凡顾少想整的人，还需要理由吗？”张秘书把证据收起来，笑着转身离开。在走出餐厅时，就把这些交给赵总的死对头。有了这些，足以让他身败名裂。上了车，林静瑶才觉得身体不适，浑身有些燥热，就连声音都变得娇媚起来。
该死，他竟敢算计我！要不说你蠢，谁给的东西都喝，你以为随便一个男人都会对我痴心一片，把心掏给你，还被你虐得死去活来。听出话里弦外音，林静瑶凑近才一笑：顾少，你是在暗示自己吗？难道除我之外，你还勾搭别的男人了？顾时俊冷声反问。林静瑶忙摇头：顾少，我要是知道自己回国要接近的男人就是你，打死我也不肯跟你分手，不如我们和解。回到我身边，一切都好说。他猛地将车停在路边了，单手扣住他的下巴，凑近吻上粉唇，离开时才意味深长地说：林静瑶，背叛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再回到我身边，你只配当一个情人。那合同的事，顾时俊在跟他谈感情，而林静瑶只想救出母亲。看他不懂风情的样子，顾时俊脸色变得阴沉了。合同我可以给你，不过话说一半就被林静瑶吻上薄唇。我懂，今晚一定陪你。他刚才被赵总算计，现在浑身燥热的难受，眼前的男人，自己的前男友，正好可以帮他解药了。从顾时俊的别墅出来，林静瑶就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让他抓紧来公司一趟。爸，他推门走进办公室，就看到林初曼也在，皱着眉头，屋里的气氛有些凝重。瑶瑶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？我在陪顾时俊，是你让我为了拿下合同可以不择手段，他要通宵打麻将，我不能不陪着吧？林静瑶故意没有说已经签下合同这事，就想看眼前的父女俩想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姐，外面现在都传你跟一个野男人发生了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外面传，我看是你在乱传的吧？林初曼被他对的脸色一白，为了自证清白，忙拿出朋友抓拍的照片。姐，你看这些照片是不是真的？你比我更清楚。林静瑶看一眼，无所谓的点头。这是我在国外的男友，不过现在已经分手。林初曼，你要是觉得我不够清白，不如你现在去找顾时俊，我还正愁拿不下他呢。爸，你听姐说的啥话？我现在都是豪门太太，怎能去勾搭别的男人？更何况我和景城十分恩爱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做伤害他的事。是吗？那郭学长，你不再爱了？林静瑶早就知道，在大学时候，林初曼就一直暗恋学长，5年前结婚，只是为了嫁进豪门，而心里依旧惦记着郭学长。好了，都是一些传言。瑶瑶，你跟顾少谈得如何了？你有没有跟他提到合同的事？这是合同，不过要年底才生效。爸，我今天很累，就先回家了。林父一脸兴奋地接过合同，看一眼里面内容，才笑着说：只要合同生效，我就把你母亲从医院接出来。瑶瑶，你放心，在医院里的时候，你妈能接受最先进的治疗。爸，我都听你的。林静瑶苦笑一下，就转身离开了。望着他渐渐消失的背影，林父警告地扫一眼女儿：曼曼，以后少惹你姐生气，尤其在这半年。爸，我才是你亲女儿。爸爸知道，不过你姐姐现在做的事，对你我们林家都要好处，除非你想当破产千金。一听这话，林初曼没脾气了。爸，我都听你的，郑家那边已经承诺打一笔款来，应该能让咱家应付到年底。这就好。曼曼，你在外受了那么多苦，爸爸做这么多都是为了给你留下一笔财产，所以别再跟你姐闹脾气了。爸，我知道了。林初曼从办公室出来，就去医院巧遇郭宇浩了。郭学长，这是我买的咖啡和奶茶，你分给你们同事吧。他一脸殷勤的笑笑。初曼，下次别带这些了，他们想喝，我可以请他们。郭宇浩正在忙工作，看他的眼神明显有几分敷衍。若不是林初曼与林静瑶是姐妹的关系，估计都懒得让他进办公室。爱与不爱，态度真的很明显。郭学长，我姐从国外回来了。真的，一提到林静瑶，郭宇浩的态度变了，就连深邃的眼里都透着兴奋。初曼，你说胃不舒服，我过会儿让张医生帮你检查一下。谢谢你，郭学长。林初曼接过他递来的热水，
心里暖暖的，说话也更温柔了。郭学长，不过我听姐姐说，她有一个在国外谈3年的男友，论及婚嫁却又分手，而且现在跟顾少也是纠缠不清。还听我朋友们说，姐姐身边的男人何止这几个，看来她早就把你给忘了。郭宇浩苦涩一笑，初曼，你不是胃疼，张医生让你过去找他。行吧，郭学长，那我们改天再聊。林初曼不舍得离开了。在一家餐厅，郭宇浩终于约到林静瑶，望着她依旧绝美的容颜，还添了几分娇媚动人，让他近一眼就看痴了。他傻傻的眼神让林静瑶轻咳一声，郭学长，你很累吗？没有，就是多年不见你，竟觉得有些疏离了。郭宇浩说着，递给他一个盒子，是自己亲自挑选的礼物，钻石耳钉，这太贵重了。林静瑶急忙还给他，却被郭宇浩握住了手。瑶瑶，今天我见过初曼，他说你回国了。是啊，为了工作回来的，等忙完还是要走的。他这么说，只是不想让郭宇浩再胡思乱想。林初曼喜欢郭宇浩，而郭宇浩暗恋她，这种三角恋，林静瑶为了耳根清净，只想敬而远之。瑶瑶，我喜欢你很多年，其实早就想跟你说的，之前是怕耽误你读研，现在我们都参加工作，你要是觉得我还行，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郭宇浩刚说完，林静瑶就抽出手了，挤出一丝笑地说，郭学长，你是最了解我和初曼的关系，她是我养父母的亲女儿，如果她喜欢的人，我是不会去碰触的，更何况我有喜欢的男人。你说的是顾时俊？你知道他？郭宇浩点头，他曾在我学姐那里看过半年的心理医生。据我了解的，顾时俊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男人，你跟他在一起会被误伤的。郭学长，我跟他在国外就认识，而且好过3年，现在一起回国，虽不一定会结婚，但至少现在是不会分开，所以我跟你真的不合适。那我可以一直等你。随你吧。林静瑶临走时，郭宇浩还想替自己争取，但看着已经走过来的顾时俊，一脸志在必得，知道自己再无机会了。郭医生，这要巧。顾少，我跟朋友吃饭，你要一起吗？顾时俊挽上林静瑶的纤腰，凑在耳边轻吹口气，才说，我来接他，今天有事，改天再请郭医生吃饭。说完，他带着林静瑶走出餐厅了。入夜时，林静瑶从他怀里挣脱，想要赤脚给自己倒杯水，却被顾时俊从身后环住腰，跟我吧，只要过3年，这份合同的利益，我可以给你20%。他想拿钱诱惑林静瑶，谁料竟被他倒打一耙，手机里读了几张照片。顾少，你要是不想被曝光我们的关系，就不要再随意加码，说好的半年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他穿好衣服想走，顾时俊直接扛起他，大步地走进主卧室，两人都跌进床里时，才听他说，我根本不在乎你说的这些，而且你要是想，随时可以曝光这段关系。你无耻！林静瑶被他轻咬上梗子，微微刺痛让他想要挣脱，却被抱得更紧，刚忙完没多久，就又沦陷在他怀里，让他只觉得自己太没定力了。几天后，林静瑶正在公司上班，就看到楚潇潇匆匆进来，将手机里的内容给她看。静瑶姐，是顾少主动散布的消息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是情人关系了。那我手里的这几张照片就没用了。她苦涩的一笑。楚潇潇点头，静瑶姐，要不让国外那边插手，或许能买下这些消息。不用了，也不是啥重要的事，就随便他们写吧。对了，你打一份补充协议，我拿着去找顾时俊，或许这么一来，我能早一天见到母亲。林静瑶拿着合同要走，却见到郭宇浩，两人都有些局促。还是他主动开口，郭学长，你找我有事？我就想问一句，网上说的那些可是真的？他哭笑着点头。你要是被威胁的，我可以尽力帮你，虽然自己能力有限，但也是有几个要好的朋友，可以跟顾时俊抗衡。我挺喜欢他的，真的。那好吧，祝你幸福。郭宇浩望着他离开，
有几分不舍，但一想到他有人疼爱，心里也在替他高兴。总裁办公室，林静瑶把附加合同递给他，望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，竟有些看迟。顾少，你认真工作的样子，还真像一个大佬。我本来就是，只有你一直把我当一个小鲜肉。瑶瑶，你确定以后跟我了？他凑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攀上他脖子，笑盈盈地说：“我只希望合同早一天生效。”顾时俊，你可知道我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，之所以如此受制，那是因为我母亲在养父手里。他深深叹口气。顾时俊早该猜到的，他安抚地拍一下他后背，这是交给我，不会让你母亲有一点的闪失。顾时俊，你不怪我曾经抛弃你吗？他摇头，只要你现在回到我身边，一切都无所谓。瑶瑶，你曾经说过的，就算所有人离开我，你也会一直陪着我，还算数吗？林静瑶主动地凑近吻一下，才一脸深情地说：“顾时俊，我们和好吧。”这是你说的。不等他回答，顾时俊深情吻上粉唇，两人尽情地拥吻在一起，难舍难分了。书房里，林静瑶拿着合同交给了养父，看到板上钉钉的合同，他挑眉一笑：“瑶瑶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样吧，明天你去医院，可以带走你母亲了。”“谢谢爸。”“瑶瑶，其实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一直留在林家。”林静摇摇头：“爸，我想带着我妈去国外，那里的医疗技术更先进。”微顿几秒，林父又开口了：“瑶瑶，爸爸很想跟一个国外设计师合作，好像叫哲爱，你能再帮爸一次吗？”听养父提到他的名字，林静瑶苦涩一笑：“爸，这设计师十分难搞，脾气又差，很难请得动，不如你从国内找设计师，一点不比他差。”“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只能先这样了。”“瑶瑶，你真不留下来？”“爸，我想回来的时候自然会回来，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”林静瑶优雅地离开老宅了。躲在角落的林初曼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里算计着，一定要让林静瑶付出代价。既然顾少喜欢女人，那这个女人为何不能是自己？还有郭宇浩，明明是自己先喜欢他的，偏偏他却暗恋林静瑶，一定是林静瑶在其中做手脚，他一样要抢回来。还有自己那个没用的老公，竟对林静瑶也有了欣赏的神色，就更让林初曼心里窝火了。既然他喜欢，那就让他们在一起好了。郑景成正在跟林初曼喝茶，就觉得头一阵晕眩，在醒来时，他已经躺在酒店的床上，而身旁的人竟是林静瑶。“你，怎么是你？”林静瑶想要起身，却觉得同样晕眩的厉害，还伴随身体的无力，让他心里低皱一声。顾时俊早就警告过他，不要轻易喝别人给的东西，这一次竟被林初曼给算计了。“林静瑶，不是我，我知道，你现在马上离开，不然咱俩就说不清了。”郑景成身体变得燥热，想走，却在看到林静瑶的背影，竟本能地从身后抱住她，一脸隐忍地望着她精致的小脸。“静瑶，其实我已经要离婚，你要是跟我，我随时可以娶你。本来5年前要结婚的，就该是我们。”“你疯了！”林静瑶想要推开他，竟被郑景成扯进怀里，情感克制不住的想要吻他，却被猛然踹开的门吓得缩回手了。来人正是顾时俊，在看到躺床上的林静瑶，眉头一皱，还不滚过来。但不等他起身，他走近将人儿抱在怀里：“他没碰你吧？”“没有。”顾时俊带我离开。好，林静瑶在醒来时已经是隔天的清晨，忍着身体酸痛，她起身走进厨房，看着正在做早饭的背影，慵懒地从身后抱住他：“顾少，我想吃小笼包。”在锅上蒸着了。他说完转过身来，在粉唇狠狠亲一口，才低声说：“瑶瑶，你母亲现在在哪？”“在我租的房子里，有潇潇陪着她。”“怎么了？”顾时俊凑在耳边吻一下：“瑶瑶，我若是晚来一步，你打算如何自救？”“我包里有水果刀和防狼喷雾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也能自保。而且我已经在手机装了定位共享，我突然出现在酒店，你一定会来抓我。”我果然没猜错。
你还不算太笨。林静瑶温柔地抱住他窄腰，凑在唇上亲一下，才撒娇一般地说：顾少，我早就料到林初曼会想尽办法算计我，只是没有想到他竟对自己养父母也这么残忍。你打算如何处理他？林静瑶想一下，才说：我想交给警察，毕竟他犯的错可不是一般的事。他接着又凑到耳边：这是你调查的，我也发现了一些林初曼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是该让他得到一些教训了。原来林初曼在回到林家后，不仅撞伤养父，还威胁养母不要报警，不然就让他成孤家寡人。毕竟养父的医药费还需要林初曼来维持。更可恨的是，林初曼在嫁给郑景成后，还跟自己的前男友纠缠不清。这些亲密的照片现在已经出现在郑景成的手机里，相信过了今天，林初曼就该净身出户了。坏人作恶多端，总要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而林初曼的后半生再别想靠着男人富足一生了。半月后某天，林静瑶正在公司交接工作，就接到养父电话：爸，我马上要走了。他并不想见到林父，见面就是给林初曼求情，所以能躲就躲。我已经在你办公室门口。说完，门就被推开了。爸，林父点头：瑶瑶，我来不是为了曼曼，而是想让你留下来。爸，合同你已经拿到，我走似乎对你没有影响。林父微愣：瑶瑶，刚才顾少的助理通知我，如果我再保林初曼，他就要结束合同，丝毫不在意高额的违约金。这是他的事，我无权干涉。你真不能帮爸爸？林父脸色凝重地问。林静瑶无奈地一笑：爸，我只是顾少的情人，还是分分钟就能甩掉的人。你觉得他会为我而做出改变吗？望着养父离去了，林静瑶在交代完公司的事，就匆匆开车回家。正好在门口遇到顾时俊了，他将一束花递给他，才温柔地拥住他：瑶瑶，去到国外不要忘了我。他感动地点头：放心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重要的人，如果哪天再相遇，我还愿意养你。好，我等你养我。顾时俊把母女俩送到飞机场，才接通助理的电话：喂，打电话有事？顾少，林静瑶的养父为了报复你，已经联合几家大公司想要吞并你。他真是异想天开。几个月后，顾时俊的公司确实遇到一些麻烦，但要想让他破产，估计有些费劲。顾少，有人找你。谁？他揉下太阳穴，低声问。张秘书轻咳一声，在他抬眸时，林静瑶已经挽着一个男人缓缓走近他了。你，他又是谁？顾时俊一时竟语塞了。他这么爱的女人，竟转眼间就爱上别的男人，一颗心都要碎了。周云恒挤出一丝笑：瑶瑶，你跟他解释一下，我去旁边喝杯咖啡。说完，他转身去了隔壁的办公室。偌大的办公室现在就只有他们俩，因为刚才的小插曲，气氛变得十分压抑。顾少，我好不容易来见你，你就这冷淡的态度。林静瑶将一份合同递到他身边，却被顾时俊拽进怀里，肆意的亲吻许久，才低哑地说：瑶瑶，我现在还有些钱都转给你了。顾时俊，你都要公司破产了，还想着我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他主动地吻上薄唇，用指尖抚过俊脸，才又说：别担心，我来帮你了。你帮我？他狐疑地反问。林静瑶点点头：刚才的男人是我的大哥，他是国外上市公司的老板，解决你的资金链还是轻而易举的，而且我也会拿着获奖的设计入驻你的公司，这样一来，多大的磨难也都会烟消云散。让我猜一下，你就是哲爱。你早知道了。顾时俊温柔的一笑：你送的项链可是全球限量版，我就是好奇才查一下，没想到自己的女朋友竟是国外有名的设计师，拿奖拿到手软，让我觉得都配不上你了。林静瑶用手封住他的薄唇，一脸羞涩地说：顾时俊，你才29岁，就已经把公司做到上市，未来可期，如果嫁给你，那我才是赚翻了。你真这么想？顾时俊温柔抱住他，
两人腻在一起，他嗅着发丝间的香气，竟脸颊微红了。原来对爱的人，只是多看一眼，都能让他心里躁动。林静瑶笑着攀上脖子，在他泛红的耳廓轻咬一下，才眼神痴痴地说：外面多说你现在要破产了，而我再不会留在你身边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自己就是豪门，又岂会在意你是否有钱？顾少，如果你愿意娶我，我可以养你一辈子。为你，我甘心情愿，患难见真情，在遇到难处时，最爱的人还能守在你身边，这就是他想要的幸福。对林静瑶也是如此，她可以失去一切，但唯独不想错过最爱她的男人。全剧中，